在购买 Apple TV 之前，我是很犹豫的。2021年入手 Apple TV 好像不是那么一个意义明显的选择。现在的智能电视都原生自带安卓系统，可以使用各种 APP 和软件，大部分也都能支持 AirPlay， 甚至还能玩游戏。多花上千块钱买一个电视盒子，图啥？但在我长期使用 Apple TV 这段时间之后，我承认我对它曾经的理解完全错了，我错把它当成一个电视盒子了。我是小天，欢迎回来。我入手 Apple TV 已经3个多月了，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段时间以来的使用体验。如果单纯作为一个电视盒子， Apple TV 2021 4K 是完全合格的。首先说说 Apple TV 的操作系统，有一说一，现在的电视盒子甚至是电视自带的原生系统都已经足够好用了，所以 Apple TV 的系统不能说更好，只能说是更苹果。在视觉上 tvOS 和 iOS 以及 padOS 都非常统一，同时在体验上tvOS 也很苹果，它既有对细节的追求，也有在用别的苹果硬件来进行威力上的加成。比如在系统里可以通过 iPhone 来打字，这会比使用系统里自带的键盘好上很多。又比如在用 Apple TV 看视频的时候，在 iPhone 上也能够显示正在看的视频，这时你就可以用手机来进行音量的调节、快进或者快退这样一些比较常用的操作，而不需要使用到遥控器。Apple TV 2021版本还有一些新的功能，其中的调色功能是吸引我购买它的一个点。苹果的说法是，这个功能可以让电视显示的颜色更加的准确，从而提高观看效果。但实际体验下来，这个功能，只能说你不要期待它对你的电视能起到什么惊人的改变。我用的电视是索尼，可能它的原生色彩本来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在使用了这个调色功能之后，除非你非常仔细、非常认真的去看，才能看到一点点区别。但在日常使用中，我并不会感觉到有多么大的不同。所以如果你的电视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品牌，就不要对这个功能有太多的期待了。另外，这个功能也仅限用于非杜比的画质。如果你在画面设置里选择的是杜比世界，那是没有调色这个功能的。另外一个 Apple TV 4K 2021更新的地方就是它的遥控器设计。这个遥控器我想说的是还不错，但是进步空间很大。我没有用过 Apple TV 老版的遥控器，所以不知道相对于旧遥控器来说，它的改变有多大。它是好看的，铝制机身，简洁的设计语言，但是作为一个遥控器，它并没有比别的遥控器更好用。特别是这个需要一定学习成本的全新的触控圆环，并没有给遥控器带来更多的舒适度或者精确度。这一点其实给我一种 MacBook Pro 上 Touch Bar 的感觉。设计者的初衷都是想找到一个更优雅的解决方案，但在生活中的很多使用场景，触摸这种交互方式并不见得会比实体按键来得更有效率，甚至对于 Emma 这种喜欢在看电视的时候把玩遥控器的人来说，还会时不时就误触到这个触摸圆环，扰乱了观看的进度。曾经的我以为以上就是 Apple TV 的全部了，但和所有的苹果产品一样， Apple 的魅力就在于和苹果其他产品的联动，起到1+1大于2的效果。这里我想分享2个真切影响到我生活的点，一个就是和 HomePod Mini 的连接，把 HomePod Mini 和 Apple TV 配对，就可以组成一个简易的家庭影院。虽然这个组合的音效肯定不是最顶尖的，但绝对是最容易组建的家庭影院之一。不用特意设置音箱的位置，也不用连各种线，就可以获得一个拥有杜比全景声的家庭影院。平时在家里看看电影，特别是疫情期间电影院不开门，这就是唯一选择的时候，真的提高了生活幸福感。通过电视的 ARC 音频回传功能，这套设置还能够成为 Switch 或者 PS5 的音箱，提高玩游戏时候的沉浸感，真是太香了。我也专门做了一期视频分享如何使用 HomePod Mini 作为游戏主机的音箱，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视频下方的链接观看。另一个就是 Apple Arcade， 苹果和游戏那真是一个非常值得聊的话题。简单来说，我现在对苹果的印象是苹果的 DNA 里是没有游戏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同样需要烧掉大把钞票的主机游戏市场和影音娱乐市场，苹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大量的真金白银都烧给了 Apple TV Plus。Tim Cook 也是在每场新品发布会上都卖力地给 Apple TV Plus 里面的新片吆喝。And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而 Apple Arcade 算是苹果在移动端游戏的一点试水和发力。如果把 Apple TV 看作一个提供轻度游戏的机器，那还是挺有趣的。它可以连接 PS 或者 Xbox 的手柄，所以游戏手感是有保证的。经过了这几年的更新， Arcade 的游戏库也有了一些质量不错的作品，其实还挺适合下班拿来休闲娱乐一下的。
但是它的游戏也和 Arcade 本身的定位一样，很轻度，如果长时间玩的话，就有一种不太带劲的感觉。拿几个平台的 NBA 2K 来做个例子 ，PS5 当然是当之无愧的王者，无论是画面还是整个游戏的体验都非常完整。Switch 因为机能不足，所以画面比较一般，而且在读条时等待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它依然可以体验到完整的游戏。而 Arcade 呢，就基于两者的中间，苹果的芯片可以提供不错的机能，所以在画面上是要优于 Switch 版本的。但是同时，它又对游戏的一些模式进行了阉割，所以玩起来就不那么带劲。但身处在苹果生态下的 Apple Arcade 有一个亮点，就是它在任何场景下都可以玩。你可以在室外用 iPhone 玩。再回到家后，躺在沙发上用 Apple TV 玩，睡前在床上你也可以用 iPad 玩一会儿，然后再睡。类似于 Switch 的思路，但是又和 Switch 是不同的解法。总的来说 ，Apple TV 4K 2021绝对超出了我的预期。它是一个很优秀的电视盒子，又不仅仅是一个电视盒子，它是苹果生态中的一环，并不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但绝对可以给这个生态锦上添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对 Apple TV 有任何的看法，也欢迎你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也请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